查过了，李丽告的是玲珑美食，玲珑美食跟咱们没有利益冲突，他是廖家敏的客户。我知道玲珑美食是谁的客户。那您为什么呀？你是我的助理，我接哪个案子不接哪个案子，需要给你理由吗？可是咱们已经答应人家了。普法宣传的时候，义务接受别人的咨询，不代表答应了对方。可是人家已经相信咱，是相信了你。你不代表咱们，也不代表律所。现在就去跟李丽说清楚，你只是提供了一次义务咨询，你是助理，你是实习人员。按照律协规定，律师事务所及实习指导律师不得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有如下行为：一、独自承办律师业务；二、以律师名义在委托代理协议或法律顾问协议上签字，对外签发法律文书。我能进来吗？当然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律师函，我是、律师函我已经发给玲珑美食了，他们让我跟他们的律师聊。他们律师是谁啊？廖家敏。廖家敏啊，是廖家敏他亲自管吗？啊。廖家敏他是龙科的主任，一般的案子他都不管的呀。玲珑不是他们一般的客户，说明他们重视呗。你手机一直在震。哦。喂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？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拜拜。我们律所吧。跟他们那律所就上下楼的关系。我知道啊，我上次本来是要找他们理论的，结果刚走到楼下，正赶上你们律所做那个义务法律服务，我就先找你们咨询了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李丽姐，这个律师函吧是我写的，可是我还没有经过我们老大呢。这不大符合规定，因为按照我们律所的程序的话，都是应该我写好律师函，我们老大同意之后，我才能发给您。可是他还没同意了，那天您催得比较急，我就事先发给您了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有点严重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您看这个律师函还有告玲珑美食这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呀？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？是啊，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，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。这个问题，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，有权拒绝说明。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，但没有如实说明，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，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。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！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，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，写的是未婚。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，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，如有不实，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，不要求经济补偿。廖主任，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。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，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，李女士被强行辞退，原因是怀孕。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降低其工资，予以辞退、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。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，不是因为她怀孕，是因为她不诚信。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。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？不，这是她自学的。那我们法庭上见吧。法庭见。谢谢你啊，罗律师。不客气。
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。为什么呀？我会输吗？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。但是你自己知道，你撒谎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，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。在去玲珑美食之前，我应聘过很多地方，只要我说已婚，就都没有下文。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。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要投诉他！不是，您不能这样吧？怎么？他这是歧视女性，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。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！哎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他的义务。我学过律师法，人都说了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。对，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，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。我是妇女吧，我又是孕妇吧，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。哎，你好好想想吧你。我要跟您商量一下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李丽要求索赔20万，他是在碰瓷儿吗？啊？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，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情况啊？那正好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，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，那就直接等着法院判吧。还有，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，省得给自己添麻烦。哎，还有，他跟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？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。你说什么？仲裁？我上电梯先不跟你说了。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？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？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。啊？不是，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？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？对啊。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？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。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。哼，那可不行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。你们有律协吧？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？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。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，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。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。什么正当理由啊？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，律师有权拒绝代理。我问过你们，仲裁后能不能再告？是你们说可以的呀。是，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，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。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。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，实习期都没有过，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。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，他说可以索赔20万，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。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？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，按索赔标的30%，那就是6万块钱。那您给了没有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又不傻。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，基本上都是输的。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，想骗个首付款，我还是信任你们。我也查罗律师了，还托人打听，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，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，是吧？你说咱那天多巧哈，就正好在楼下，这都是缘分。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。过去就过去了，让他别往心里去，啊。过去就过去了。是。
谁？外卖。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有啊。封印让我来找你，找我干什么？你猜？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。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？你说有高兴的事儿，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。讨不讨厌呀你？一直这么讨厌。别废话。在哪儿吃？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但是我有密码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。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？你可以去告诉他。罗老师，请您喝养乐多。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有，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，和玲珑美食和解。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？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，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。我不介意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你改的？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拷客户的资料。谁？老洪。改回去。改回去。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，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。比如说，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，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，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。如果说你不愿，我在跟客户通电话，几百亿的家族信托，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？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，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，谁跟你说的？你承认了？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。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，你劝我放弃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，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，而是你的尊严。不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，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。就比如说，你的助理黛西小姐。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，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。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，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。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。你猜错了。你是个理性的人，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。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，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，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？这跟我的面子无关，所以我奉劝你，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，有些案子就算了。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？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？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，你信吗？中国有句话说得好，富不过3代，为什么？第1代辛苦赚钱，第3代宰卖爷田，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，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。说实话，罗宾，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。
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。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，规划他们的所有，避免他们手足相残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多签一个客户，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？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，他们越早知道，就越早能规避风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打搅你了。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？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我，跟我要。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。你不上班，办公室没有人，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。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，输入了我的生日，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：欢迎回来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电脑，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，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。哦，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的错，我太懒。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。是吗？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？有空吗？你说什么时候？是这会儿、一会儿还是下午？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。不急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马上告诉我，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，他那索赔20万，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。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干嘛呀？他想祭奠一下。我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。哎，不是你笑什么呀？啊？这日子真特别啊！哎，你回去好好和，别笑了，你回去好好和你的客户说说啊。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，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，我们也不怕。